男嘉宾小吴，22岁，来自黑龙江学生；女嘉宾小月，22岁，来自云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！你有多高啊？我1.9米多。哦，你呢？我168。哎呦，看着也挺高的啊。从资料上面看，一个黑龙江，一个云南，应该是大学同学，对吧？对。是在一个学校吗？是的。在一个学校。是一个专业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专业。哦，咋认识的呢？是因为大一的时候，加入了摄影协会，然后我们就通过摄影协会认识了。哦。就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一见钟情了，因为我觉得他长得挺高。然后又帅，然后他又很爱运动，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。然后我就追过他一段时间。你追他？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不怎么爱打扮吧，就不太精致。然后他在我们学校又是那种风云人物，他就不太看得上我这个样子的。那个时候我追了一段时间，后面他就拒绝我了。是不喜欢是吧？当时？对，当时对他是没有感觉的。后来怎么有的感觉呢？因为我俩在一个协会，也有很多共同相处的地方。然后就发现他跟我之前认识的那些女生都不一样，其他女生就是比较轻浮，然后比较表面的那种，但是他就是很真诚，然后很善良的那种人。有的时候还会去做老师啊，就是助教之类的。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去什么养老院啊这种，让我觉得他跟别的女生不一样。所以在你拒绝了他之后，你突然发现这个女生好棒哎。对，然后我就开始追求她。倒追了。对。应该是一追就行了是吧？很难。这不是喜欢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开始他拒绝我，我觉得他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太普通了。当时其实我挺自卑的，然后后面我就去学习怎么化妆，那就越来越好看，我身边的人缘也越来越好了。那我也谈过一次恋爱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分手，他就开始追我，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我变好看了吧，然后就追我。我觉得这种人有点肤浅，因为一开始我也不了解他。挺有意思的。你一开始喜欢他，不就是因为他帅吗？你就不说肤浅了。但是他又因为我变漂亮，然后就来追我。对呀。我就觉得他这个人。可是我自己心里面就过意不去啊。然后就是只允许你肤浅，不允许他比你肤浅，是这意思吧？他当时可能以为我是喜欢他的表面，但是你是喜欢他的？哎，我是喜欢他的善良。善良，对，刚才男生也说了。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点，还有就是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很有问题的，因为我的舍友。是他的前任，然后我舍友就给我讲过很多他的黑历史，就说让我不要再去当炮灰，就讲他大一的时候1年他就谈了5次，而且当时还脚踏过2条船，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根本不是我表面上看见的那样，所以我当时就一直没有答应和他在一起。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喜欢他，所以我对他还是有感觉，我就觉得考验他一段时间吧，看他能不能有所变化。考验的怎么样？差不多1年了，我挺失望的。我觉得他这个人朋友圈特别杂，和异性那个关系总是扯不清楚。比如说他在学校里面是风云人物吧，很多小学妹都围着他转的那种，然后他又不忍去拒绝人家，他就认人家做妹妹。不喜欢你就拒绝啊！你为什么要认人家做妹妹呢？但是我怕以后见到他尴尬，然后我就只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跟他相处。那如果以后我们在一起了，那你是不是后面要跟着一串妹妹啊？还有主持人，因为我舍友跟他是谈过恋爱的嘛，有一次他去 KTV 唱歌，他请了他的朋友们，这些朋友们里面就包括他认的那个妹妹，还有我的舍友，就是你的前任。我觉得你的这个圈子太乱了吧！你请那么多异性朋友，你和我舍友都分手了，你还叫他去唱歌。其实主持人他说到这个舍友，我也就是心里很难受。这个不是重点，当时你和你的妹妹喝醉了，你们抱在一起哭。因为他这个舍友是我的前任，但是自从我开始追求他的时候，他那个舍友就从来没有说过我的一句好话。他说什么啊，我花心，我滥情，然后就一直在吹他的耳边风。然后给我泼脏水，我觉得就是目的不是特别单纯的这种。可是这个事儿你真的做过呀？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我跟别的女生抱一起，因为刚才我喝酒喝多了，就可能当时也是断片了，
跟谁抱一起，当时那么多人，我也不知道跟谁抱一起。那你觉得你这样就很对了吗？你既然当时都在追我，你就不应该和那些女生搞得这么亲密啊！不会有开始，就不会有后来啊。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我好奇的问一句。就是他追我，主持人，然后哦，就是他今天把你追到这儿来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然后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让他放弃追我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。等于他现在坚持不懈、坚韧不拔的在追求你。对对。你嫌很麻烦，于是到我们这儿想解决这个麻烦啊。你没有在学校向他表白过吗？表白过。用什么样的方式？你告诉我。表白过很多次。很多次啊。对，主要就是有2次。因为他有一次在微博上，然后就是转发了一个微博，他说他想要别的男朋友给他送这些玫瑰花，然后他觉得就会很浪漫啊。然后我就每天坚持给他送玫瑰花，第99天的时候，然后就给他送了一束99朵的玫瑰花啊。因为我之前从来没对别的女生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虽然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挺花心思的。然后，但是他就是很误会我。因为主持人就是他大一的时候谈过5次恋爱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对感情挺随意的。虽然我很羡慕给别人送花的这种事儿，可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老手啊！你谈过那么多次恋爱，你又有这些妹妹和你异性朋友关系那么亲。不是你收了他那些花了吗，姑娘？我没有收。那99天每天送那1朵，你收了吗？我也没有收。我觉得他并不是真心实意的。我觉得送花这种事儿，花钱就可以做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追我，你应该去改变你的一些行为。我有为你改变啊！你之前说不想让我去酒吧，那我就不去。但是我追你的时候，我很痛苦，我也需要去借酒消愁，你知道吗？说到借酒消愁这个事儿，我更来气，你知道吗？他平时就挺爱喝酒的，有事没事喝醉了就晚上半夜3更的给我打电话。其实喜欢我的话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挺高兴的。哦。但是有2次我真的特别无语，他给我打过来，他居然叫了他前任的名字。而且2次，那我之前给你打过那么多次电话，打了2次都是叫不同的前任，我更无语了。我不是说酒后吐真言吗？你在追我，你还能叫出前任？你叫1个就算了，还叫2个，我真的气得很。就因为这是2个不同的名字，因为当时喝了就是很懵那种状态。不是，所以我很好奇，你们今天来干嘛来了？可是我又因为。我其实还是挺喜欢他的，然后就一直想着他能不能有点这个核心关键其实在这儿，就我还是喜欢他的，我还是接受他的，就一直抱着那种幻想，就觉得他能不能改变。可能他对我有一些误会，然后我以前也跟他解释过很多遍，但是他觉得我跟其他女生的关系就是那种理不清的，但是我其实有在刻意的跟他们保持距离，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他们搞得那么僵，只能去以另外一种方式跟其他女生相处。那你这就是不懂拒绝了呀。你刚才说向他求过1次爱，对吧？对对。还有1次呢？我觉得真的那一次让我非常的丢脸，也让我很尴尬。就是他过生日，他请了他的朋友们，里面又包括了他的妹妹和他关系特别好的异性朋友，然后也请了我。而且来了之后，我给你精心挑选一个领带，他们送的都是你游戏机，你喜欢打游戏啊？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啊？因为然后他们送你球鞋，那多贵啊！我送的东西是最便宜的，你知道我有多丢脸吗？你送我的东西，我喜欢你，你跟别人比有什么？而且你那个领带，我知道你是精心为我挑选的，我当时很感动。但是你站在你的角度，可是我是女生啊，因为他们也喜欢你，我心里面不高兴啊，我觉得我就是比不过他们。让我觉得很尴尬很丢脸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场合你给我表白，大家是真心实意的祝福我们吗？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笑话呢。不是看什么笑话呀？因为他们和他以前有搞过暧昧，然后人家这些情敌都来看着他给我表白，我送的东西又比他们便宜，我觉得真的很尴尬很丢脸。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想给我表白，你和他们关系撇清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些情敌全叫来？其实我邀请他们来，就是也想让他们当面见证一下，就是我是真的喜欢你，而不是他们。他们只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朋友，然后我也是为了解开你，就是之前一直对他们很纠结的那种心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主持人，我觉得从这一个点就可以看出他真的和我不合适。我这个人就是想要那种平平淡淡、普普通通的爱情。
我不想要这种什么处在这种风口浪尖，搞得很高调，大家都完全就不是真实的祝福。你只要和他们把关系撇清，我就满足了。我只想要那种纯粹的爱情。他撇清了吗？到今天？他就是到今天都没有和他们关系撇清，他就觉得他们是普通朋友。可是人家都是喜欢你的，带着目的性的，哪能叫普通啊？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就是他室友对他影响挺大的，因为他室友就在旁边，也是泼我脏水这种感觉。你这个百折不挠的追他是因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之前的那些认识的女生不一样，很喜欢他这样的感觉嘛。就是追不到手的感觉？不是，之前的女生就是很轻浮世俗，然后他就是很善良很单纯。可是我觉得你平时也很爱和那些轻浮的女生相处啊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有一次，因为咱俩是那个摄影协会的嘛，有的时候会去当平面模特之类的。但是我这个人拍照是有原则的，我是绝对不会去拍一些和异性就是接触很亲密的照片。但是他就刚好相反，之前有一个异性的一个学姐找他拍毕业创作，然后让他去演男朋友搂腰搂背拥抱的这种，他直接二话不说他就答应了。那个只是一个逢场作戏，我觉得你真的对这方面真的太敏感了。而且一个要毕业的学姐，我们之间关系也挺好的，她找我来帮忙，我总不可能拒绝她。可是那个学姐，你和我都知道她是对你有意思的呀。我觉得你还是太敏感了。既然你追我，你知道我是有这种抵触的，但是你还是要去做。这不是明摆着就是要来接不接的问题，触是我只是想帮朋友一个忙，而且我们两个关系那么好，不可能就是想你发生的那样的事情。我觉得你一天这个妹妹拒绝不了，这个学姐又要帮忙，你到底要帮多少人啊？你给我表个白，还要把我情敌都请来。女生，我问几个问题啊。好。喜欢他吗？有喜欢的成分在。喜欢什么呢？因为他平时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，他不像别的男孩子那样木讷，但是就是因为他幽默风趣，所以他在外面就挺花心的，就是围着他转的女生真的太多了，然后他又不懂去拒绝人家。那你为什么不走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我的理想型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他可能你说白了就是你还是想跟他好呗，你又不放心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又觉得他本质上的问题感觉就是很难改了。你喜欢那姑娘吗？喜欢。一定要追到手啊。对。我觉得我们以后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。我可以为你去改变很多。行，如果能改早就改了。好，那呀，如果不给他机会也不会来这儿了嘛。所以还是想听老师的意见是吧？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我也是头一次见，两个人还没谈恋爱呢，就跑我们这儿来保卫来了。我都不知道要帮你们保卫点啥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追了你1年吗？因为他喜欢我。因为他追不到你，你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道数学题，怎么算都算不到最后一步啊！满头大汗的想解这道题，解不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一定要解出来。解出来以后，他就可以去算下一道了。我听到这个男孩刚才有几个数字，1个学姐，2个前女友的名字，1年之内交了5个女朋友，以及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。这放在任何一个女生心里面都是无数根刺需要去解决。你有多爱她呀？你那么爱她，你依然和我刚才说的那些数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，有多爱呢？所以小吴，问问你自己的心，你到底是爱上了他，还是爱上了爱他的感觉？你到底是喜欢这个人，还是喜欢追逐他的过程？人和人之间生命当中，其实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的过客，谁是谁的终点。但是我断言，你们2个人只是彼此生命当中的风景。如果你想和他彻底断了，你就和他开始，很快就可以断了，好吗？祝福你们独自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撤吧，真的撤吧。我先说说男生哈，你就是我最烦的那种男生，先结拜后恋爱。
认一堆妹妹做备胎，你这是对感情完全不认真，也不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不是大家捧着你，不是你的妹妹越来越多，姐姐越来越多，是你的人缘越来越臭，因为周围的女生都不是瞎子。你想要让自己人缘好起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。为什么我跟女生说要撤呢？你在她面前永远是抬不起来头的，还没开始恋爱呢，你就自卑的已经把自己放到尘埃里了，这段感情就不平等。你怎么跟他在一起？拿什么勇气跟他在一起？还没怎么着的，你就把那些女的都树为你的情敌了，她们怎么就成你的情敌了？你怎么就比不过那些女人了？你送她一条领带，为什么就比那些送游戏机的、送球鞋的差呢？谁告诉你的？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说，一个男人一生需要一条金领带，是他最爱的女人送的。我怎么送他领带就差了？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压根儿就是自卑的。你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你会越来越自卑，越来越不是你自己，最后你就把自己彻底搞丢了，完全活在他的阴影和世界里了。所以今天来你不就是为了寻找一份答案吗？喜欢他就好好的对待这份喜欢，过去了，然后找一个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男人，好吧？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山大老师。男生把自己所有的前任和暧昧的对象都请来，然后堂而皇之的向你求爱，他以为这是一种决绝，能够代表自己的诚意，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，那不过是一种示威罢了。你看这么多漂亮的我都不要，我要在他们面前向你求爱，这是赤裸裸的一种征服。流星花园又要重拍了，富家公子道明寺为什么会爱上灰姑娘杉菜，又成为很多人热议的话题。你们俩好像有点那意思，但可惜你不是杉菜，你没有杉菜的那种勇气。如果是杉菜送了一条领带给他，在那所有众多奢华的礼物当中，他并不会感觉到自己很小气，或者礼物拿不出手，因为他有勇气。你缺乏这种底气，你又想摘那颗果子，又没有那样的自信，你去惹他干什么？当然他绝不是道明寺，道明寺可很单纯，他内心只有杉菜一个人，但他决然不是。没事，去看看流星花园吧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好，老师们刚才说你的那些话，你以前听过吗？没有。一定要记住，未来不那么做，能改吗？我可以改。啊，就变化，这很重要啊，对你来说这很重要。女生，喜欢他什么呀？其实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他的所有嘛，包括你在这个台上面不停的攻击他的那些嘛。其实你哪分得清楚你是喜欢他那一部分还是喜欢他别的部分啊？分不清楚的。所以我倒觉得说，今天两个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自己。那今天我们认知了嘛，认识了就好，往前走。女生是不敢承认自己爱上的是什么，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其实是一个认识和认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是认识人重要，认知人重要，还是观念重要？可能从我个人来说是观念重要。你得有一个支撑你自己前行的观念。如果你对爱情不专一的话，你没有资格谈爱情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是真的愿意为你去改变我之前的那些不好的地方。你说你想去考香港的研究生，那我愿意去为你塌下心来去一起考那个研究生，然后研究生的时候我可以照顾你，以后我也愿意去照顾你一辈子。我可以愿意去为你改变我之前所有的不好的地方。虽然我可能是出过很多对象，但是我觉得谁都有年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长大，因为都说男生长大的比较晚，我可以去为了你去长大，去改变，去跟其他的女生保持很大的距离。希望你可以重新认识我。
我愿意去为你改变很多事情，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觉得我们彼此再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